Hello，朋友们，我又回来了，想要聊一下我跟拉斯维加斯的渊源。拉斯维加斯呢，大家都如果不是很熟的话，会以为它是一个赌博的城市，其实不是的，因为我在那边住了3-4年，在我初高中的时候。其实 Vegas 有很多住宅区，他们也像美国其他住宅区一样很正常，大家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上班赚钱养娃，没那么多绚丽，并没有像奥克兰的赌城的那种感觉。我曾经是在 Year 2000，就是2000年，从洛杉矶搬去过 Vegas， 那时的房子比现在要便宜的多了。我搬去不到1年，我跟着我妈妈就是到处来看新房子，因为我妈是一个喜欢买新房子的新房控吧。然后我妈妈就是买了一栋，在我的当时的人生中是觉得我这样人生中见过最大的房子。那时候我10岁，我们买了一栋全新的房子，是2700 square feet， 然后就是300平嘛，快300平，有4房2层，2.5浴室，还有2个客厅，一个客厅用来专门见客人，就是 formal dining，formal living room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 casual 的 family room， 就是在家睡衣的时候比较舒服的那种。还有2个餐厅，也是一个正式的，一个非正式的。早饭的时候就是去那个非正式的，厨房边上有一个小圈，然后还有一个正式的厨房，是整个一个就是有点像，如果你看过 Bridgerton， 最近前一阵子很红的那个 Bridgerton 那个美剧，它是就是讲英国古老的英国，然后我那个房子呢，就是有点像他们里面host ballroom 的那种房子，就是宴会舞会的那种，特别大，有正式的大场地。一进去呢是 double door， 是双门开的大门，然后进去以后就是 tall ceiling， 因为是2层楼的房子，所以你的屋顶巨高，有一种特别像是上面都就是椭圆的下来的那种，就是很高贵然后很大的那种城堡，有点那种感觉。我觉得特别的开心，住进去那个房子。然后那个房子我曾经住了3年，在2003年的时候，我们以27万卖掉的，买的时候大概是18万美金，所以我卖掉的差不多快要赚了10万块钱。我就那时候不是我卖的，是我妈卖的，但是我也超级开心，就这辈子第一次有点不劳而获拿到这么多钱。所以呢，现在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嘛，因为那个房子是2003年卖的。然后我在这边贴一个图，因为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房子，我最近又找出来了。然后它的 Zillow estimate 现在是38万4千多，就38万5吧。所以呢，它经过了17年，也才涨了10万块钱，也没有很多。所以就感觉 Vegas 投资房地产好像赚的就不是很多 ，compared to 湾区这边。Of course，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图是2012年到2020年，所以这个是 steady 在涨啊。大家都知道，就是12年，尤其是10年到12年那边，不是有个非常大的 economic crisis， 然后就是房价都 crash 呀，然后就是 economy crash 啊，什么很难找工作。stock market crash， 反正什么都 crash 了。然后从2012年到现在，不是一直都是一个上风的一个趋向。所以如果你在08或者是到08到12，你买了任何东西，你现在如果还留着的话，都是一个很好的决定。2003年我们卖掉这个房子以后呢，我就跟着我妈妈搬去德州了，为了我要上一个好大学嘛。也就是2020年的12月份，我妈妈她又搬回去了 Vegas。为什么呢？很多原因，这个可以换别的视频讲，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Vegas 它比较便宜一点，可以接受它的价钱。因为我妈之前说过是个全新的房子控嘛，她只接受全新的房子，所以在加州这边想要买到全新的房子，我们看过的能够接受价位是在40万以下。几乎没有任何的这种 inventory， 就根本买不到。就是我妈有看过 LA 附近，就甚至是 San Bernardino 那边，就是一个治安比较差的地方，他们有30几万的房子，但是30几万的房子通常都是 townhome， 没有后院，然后就是3层的那种。对我妈很不合适，因为我们家首先有狗，第二我妈很老，
不是快老了，快很老了，所以就是这个3层楼的房子将来爬楼肯定是个问题，不管是我的狗或者是我的妈都不适合，所以我们在加州怎么都找不到在我们的40万以下的价位内可以找到合适的全新的房子。然后我又还住在加州嘛，所以我妈不想要走特别远，然后她就又搬回了 Vegas。Vegas 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，然后她可以经常去洛杉矶玩，洛杉矶开车4个小时嘛，所以你去了洛杉矶以后，你就像回了中国一样，就可以随便的吃喝玩乐，然后还有那个很漂亮的海滩，所以我妈特别喜欢去洛杉矶，但是洛杉矶买不起，所以就买了 Vegas。我们来聊一下我12月份刚 close 的这个全新的 Vegas 的房子的买房过程吧。我有其他的视频讲了我整个买房流程，就是从贷款到 virtual close， 然后怎么走的 virtual walkthrough， 就是我整个买房体验是没有见过卖家的，就彻底没有见过。所以如果你对那个流程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放在上面的链接。这边呢，就是聊一下我是怎么选的这个房子吧，还有为什么我能选这个房子，这个新的房子有多少钱之类的。我这新买这个全新的 Las Vegas 房子呢，它是在离 Las Vegas 中国城大概10个 mile 10到13个 mile 之间的一个区。Henderson 是 Vegas 一个比较贵，然后又高大上的一个区吧，就是它学区又好，它又贵，所以它 attract 的人就比较有素质，然后也就同样的就是比较会 low crime 之类的。然后买了一个1层楼的平层，2房2浴，只有2房，1300 square feet， 有个小后院。然后我的成交价是33万7美金。我想说一下，就 recall 一下刚才我说我那个2000年左右，我妈买那个旧房子。是比现在我说这个新房子要大1倍以上，那个市场价也只是目前38万。然后我妈这个房子呢，它除了全新以外，它什么都不如那个好，它还比它小一半，它也花了我将近34万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这个新房子真的是贵呀。聊一下我当时的买房体验吧，就找了好多家开发商的全新的房子，然后又各种就是又定了又放弃，然后就挺曲折的，然后最后定了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刚才说过，我是33万7买到手的，然后它是一个 moving ready 的房子嘛，就是已经可以拎包入住了，只要你付了钱就可以住进去。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全新的房子，如果它是 moving ready 的话，它本来应该怎么样，然后我又经历了什么。首先啊，就是买过很多房子的人可能都知道，就是这种开发商他建的 moving ready 的房子就已经是建好了，就坐在那儿，然后开发商已经在为了他交税，然后交什么水电费啊，反正交一群的 maintenance， 所以开发商的角度当然是希望他能够越快出手越好。所以照理说，如果买 moving ready 的房子是会有一些优惠的，但是讲一下我这个购买过程。OK， 我那天去买那个房子，首先我说了，我整个这个 transaction 是 virtual 的，就我整个人都不存在。然后我怎么买下来呢？是我找了一个 realtor， 我的 realtor 挺好的，他叫 Terry 叔叔，我叫他叔叔，他叫 Terry， 所以呢，他是在帮我去看的这个房子。然后他去看了以后呢，就跟当时的 KB Home 的那个开发商，他有一个人在那儿上班嘛，就是一个 sales agent， 然后跟他说想买，然后本来呢说是我想要讲价钱，然后那个 sales agent 就说，其实也没有空多久嘛，所以你想要讲价钱的话，那我可以试试，但是你讲价钱这个流程呢，就是你现在在这签一个意向单，就是填一个意向 purchase 的表格，然后填你想要付多少钱，然后他要把我的表格 submit 给他的老板，看看他老板会不会 approve。我当时是这房子33万7买的嘛，所以它的 listing price 在网上的 listing price 是33万6 999，就差1块就到33万7。然后我想说，怎么也能讲到个33万5左右吧，所以我就叫我的 realtor Terry 叔叔去帮我填了33万5。然后我们把这表格交给那个 sales agent 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，
我可以帮你交给我的老板，但是就是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我交给我的老板，然后 between 他有，因为他说，哎呀，我老板也有很多邮件要读嘛，所以他也不知道啥时候他能看到我这个邮件。然后如果是明后天的话，那这几天如果有别人来买这个房子，那我自然也就会卖给他了，就是在这儿跟我谈嘛。然后我呢，就是觉得我还就不吃这一套，所以我说那我就给你33.5万，你爱卖不卖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就打算走了，我们就交了表格，就打算走了。我的 realtor， 然后挂了电话以后，我又想一想，哇，我这个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么一个现货，然后就 moving ready 的房子，然后什么都还比较符合需求，就1层楼啊什么的。然后他也是 moving ready 的，我妈是想赶快搬过去。我真的要跟他砍这2万块钱吗？这2万块钱如果换成那个30年贷款，每个月没多少钱，也就几十块、10几块。所以我心理路程过了一段以后，觉得要不我再让 Terry 叔叔回去看看，不讲到335了，讲到336吧，就讲1万，可不可？不对，就讲，不是1万，是讲1000，讲1000，然后后来我才是回去了，讲1000，他也没答应，他就是说，他看我们好像挺想买的，所以他也是很尖，就是说 OK no 不答应，就是还是走流程。还是像刚才说的，我可以帮你 submit， 但是如果这个房子在我老板想的时候我卖给别人了，那也这个房子就没你什么事儿了这种。所以我就特别生气，然后我还让那个我的 realtor 就跟我通电话，把我放那个免提就 speaker， 然后让我跟那个 sales agent 谈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真的就是你这样会不会就有点过分，因为就是整个就是在欺负我们就只讲了1000块钱，你都不答应。你照理说，你这个虽然你只是一个 sales agent， 但是我讲的钱这么少，你都可以拍板了，你不需要再问老板什么的了。而且我买 KB Home 那都不是买了 N 个了，我现在住的这就是 KB Home， 我之前还买了多少 KB Home 我都不知道了。所以我说我给你带来这么多生意，你还在这跟我扭扭歪歪的，这1000块钱都不答应。我就是说了一套，然后他还是斩钉截齿的，就是说不行。就是不减，而且是必须是原价，就是他网上list 336,999，就是336,999，差1块都不行，差1块就要就是走流程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这个人真不会 negotiate。然后就因为又急着要啊什么的，所以就算了，我也就忍了，就咬下来，然后就答应了。后来就333,999，不是336,999，就把这房子给签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跟 Las Vegas 的几个房子的渊源。然后到目前为止，我妈已经搬过去了嘛，她觉得那边什么都挺好的。还没到夏天呢，等夏天，希望她还能这么觉得。那就是聊 Las Vegas 的房子就聊到这儿。如果你们还想要听什么聊房子呀，或者 Las Vegas 其他的趣事，或者在哪玩什么的，在哪生活，给我留言，我再给你们聊一聊那些。OK， 那就 as always 谢谢你的观看，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